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车主真心话的时间。几集马克有来介绍 Corolla Cross 的优缺点。这台车曾经在单月的销售破6000台，可见它是一台很受大众喜欢的车款。我家有一台 Corolla Cross 的油电版，也有一台 Corolla Cross 的汽油版。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针对汽油版的驾驶体验，以及它有什么不一样之处来做介绍。如果从外观来看，最简单的就是汽油版已经舍去了它的行李架，油电版呢，目前还是有车顶架的版本。这一台汽油版的 Corolla Cross 是2022年12月交车的，少了车顶架，少去了我们对于车顶架漏水的疑虑。如果你没有车顶架，还是一样遇到了漏水的情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栏跟马克分享你的经验哦。它是油电版，它是汽油版。我们从外观的水箱护罩看来，两台车都是豪华版本，两个水箱护罩是长得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内装的部分。仪表板显示的方式呢，汽油版豪华使用传统式的仪表板 ，Hybrid 的版本则是采用数位化，看起来非常先进的数位版的仪表板。之前有发现我的油电版坐垫有皱褶的情形，使用2年坐垫就产生了皱褶，代表它的品质是有疑虑的。那我们来试一下汽油版2022年款有没有做了改善呢？经过马克的按压，感觉还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是没有改善的。很有可能这台车在1年后也会出现折痕。两部车的差异最简单，可以从变速箱系统来观察。汽油版是使用 CVT 7速手自排的变速箱，油电的版本则是采用无段变速变速箱系统。两部车的价格差了4万多块，不到5万块，都是豪华等级，差5万块不到的价格，就由车主来考虑你的用车需求。接下来是马克试驾汽油版的部分，这台车买了半年左右，还有新车位哦。这是我第一次开我家的汽油版 CC， 以我一个开油电版 CC 2年42000公里的经验的车主来试驾看看 Corolla Cross 的汽油版有什么感受呢？这一台车目前才驾驶了6700公里左右，我来试试看。汽油版本是使用 CVT 7段手自排的变速箱系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试驾去咯。开起来的感觉是一台很典型的 1.8cc 的引擎，在低速上比油电的低速的行驶还要更有 power。我发现了换挡变速时的顿挫感是非常明显的哦，在油电版的部分是不会有这一个自动换挡的顿挫感。没想到汽油版的顿挫感是还蛮明显的，换挡迟滞的感觉。现在马克来试一下它的手自排的部分哦，降档。降档的部分是没有涡轮车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之前是开 Focus 的涡轮版本，降档的话会有很明显的动力输出。CC 的汽油版，它在手动降档的部分并没有很明显的加速感啊，就还好。但是它的声音非常大声，会突然轰一声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切回最常用的自排模式。油电版的油耗是20.6到20.8的油耗表现，1公升可以跑20.6到20.8，所以是非常优异的油耗表现。汽油版的部分呢，它的油耗表现大约1公升12到15公里之间。你的行驶里程非常高的话，油电版确实是可以替你省下很多油钱。我发现2022年版的 CC 倒车显影有分割画面，可以看到左右两侧的分割画面。这个是我那台2021的 Hybrid 所没有的功能，所以在倒车显影上看起来是有了改善。
汽油版豪华跟油电版豪华主要差了不到5万块，4万多的价差。如果你想要达到省油的效果，也许油电版是你更好的选择 ，CP 值听起来也更高。本节目的制作精神就是要来讲车子的缺点，观众也很爱听这些啦，因为缺点总是可以让有意购买的车主来做参考嘛。这台车在时速40到60之间的顿挫感非常明显。如果是跟我的油电版本无段变速的系统比较，汽油版的7段手自排的这个顿挫感、换挡顿挫感也太明显了吧！真的是非常夸张。这种顿挫感让我感到极为不舒服。如果你在后座正在喝咖啡，可能会溅得全身都是哦。我们感受一下哦，有没有感受到换挡的顿挫感？我在驾驶是感受非常明显的。油电版没有这个顿挫感。如果你对顿挫感非常敏感的话，你要好好考虑这台车了。它的隔音非常糟，跟我的油电版是一样的。轮胎的轮噪声非常大，驾驶起来它就是一台很稳定的车。它没有给你很棒的动力感受，但是它就是很稳健。那刚才的顿挫感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根据马克驾驶的抖动版的 CC 之后，不是，是汽油版啦，因为它顿挫感真的太严重了。马克驾驶的汽油版的 CC， 我来做个总结。汽油版的顿挫感真的非常的明显，尤其是在时速60以下的时候，加速时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顿挫感。这个顿挫感所产生的状况非常的令我不舒服，我会感到很大的前后摇晃。如果你在后座喝咖啡，请你一定要很小心，因为它的一个换挡顿挫很容易让你的咖啡就喷溅出来。两者在时速60以上，我感受不出来它的差异是非常小的。至于除了变速箱的顿挫感之外，如果这台车驾驶的时速来到了60以上，它就是一台很稳的车。你很喜欢激烈超驾的话，它的悬吊配置啊，它的动力输出应该不会是你的首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汽油版的引擎盖漏水测试。汽油版会不会有引擎盖漏水的情形？前面马克已经测试过2台车，你们可以去我上一集看。我们先检查一下水质的部分。目前用肉眼来目测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水质，那我要去拿水龙头来做实验哦。正如各位所见的，2022年版的 Corona Cross 汽油版，它的引擎盖有漏水的情形。那我们再看一次它漏水的部位哦。根据刚才马克使用水管注水做漏水测试的结果，Corona Cross 汽油版2023年年底交车的这个款式呢，它真的会漏水，主要会滴漏在这些线材上面。那马克会回原厂一趟，后续的话我也会拍一片来说明原厂会怎么处理这个引擎盖漏水的问题。请各位CC的车友，如果你有时间，你也可以自己实测一下，因为
这个跟行车安全有关，也有可能漏水会导致你的零件损坏。那我们就下回见，我会分享原厂处理的情况。对了，记得追踪、订阅、加分享、按赞乌马克的频道哦，谢谢，拜拜。